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前段时间比较忙啊，有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前面我们主要把这个基础的交易框架都讲完了，像这个币安的和 OKS 的是吧？然后后面还有现货的是吧？现货的我们就放后面一点再讲。然后从这一期开始呢，我们主要讲这个技术指标。技术指标有很多种啊，我这边主要是想从这个类型角度来做区分。然后今天我们讲这个趋势型的技术指标。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是多说几句啊。一方面是对过去一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谈谈我个人对当前行情的一些看法。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挺快的，是吧？那个眼瞅着又过了一年啊，又进入2025年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不像上次大话投资那样长篇大论了啊，我这边就简单的做一个总结。然后我的投资主要是分为两块啊，一块是股票市场，一块就是这个数字货币。然后股票我主要投资的就是 A 股啊，虽然说这个市场太垃圾了是吧，真的是一言难尽，但是我说过啊，这个没办法，没有太多的选择啊，这里我就不展开讲了。然后2024年的股票投资收益是 43.6， 然后主要是集中在年初和年尾。年初是因为那个我记得是23年底和24年初是吧，然后有一波快速的下挫，然后呢我的大部分的操作呢都是用网格在那里操作，所以就被动加仓了啊，然后一直加就加成了重仓。然后在2、3月份的时候，有一只重仓股啊，它反弹了70%，然后从而就贡献了我一部分的收益啊。然后年尾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出现了一段疯狂的行情是吧？就是10月初的那一段，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有点大失所望是吧？简直就是搞笑啊！就是坐了个过山车，但是也是保住了一部分收益啊。在这里呢，我也是简单跟大家讲一下我在股市的一个投资方式啊。我20%的资金投入的是这个场内的境外 ETF， 比如说像美国的、欧洲的，还有印度的，还有日韩的，然后都是用我自己开发的网格程序在操作。最近这一段时间那个境外的 ETF一直被爆炒是吧？我感觉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市场在做无声的抗议啊，这个也是搞得有点夸张是吧？那把一些那个溢价都炒到40-50%了，这个真的就是我感觉就是市场在抗议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然后我投资那些境外 ETF 呢，就不是这种被爆炒的，我投资那种还是规模相对比较大的，然后主要的投资的就是在那个标普和那个纳斯达克上面。然后另外就是还有40%的资金啊，投入的是可转债，然后按照那个就是自己写一个策略，然后按照那个策略来选那个标的，然后在定期的轮动加这个盘中的这个随时的轮动啊。可转债这一块算是个大头吧。然后还有就是30%的资金是手动精选个股，然后也是用这个网格来设定这个底仓，然后不断的高抛低吸，就是说它持续下跌的时候，网格就一直在加仓啊，那持续上涨的时候呢，就那个网格就停止卖出了。这里面选的话，主要是你要从业绩和市场方向上来判断。比如说24年的时候，我选的这个方向就是 AI 这个方向啊，然后就是再找那个业绩有支撑的，另外就是最好是那个一些成分股，一些指数的成分股，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吧，或者是说过去这一年，它国内不是发了很多的这个指数基金吗？那么发了指数基金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机构的被动配置啊。所以说这就相当于在资金流方面有了一定的保障。当然我选的那个我说那个指数不是说那个太大的框基指数啊，不是那种啊，因为那种的话那个盘子太大了啊，
那么一点点资金进来，其实都起了多大作用的。这边我就不展开讲了啊，我大概就是选了2只，然后就是不停的操作。虽然说国内的这个 AI 股是吧，其实都不太正宗啊，但是这是个方向是吧？那国内要发展的话，这个行业的股票就必然成为这种热点的方向。25年的话，我个人还是把这个 AI 作为这个首选方向啊，然后还有就是机器人这一块。因为人类的文明是吧，你要想再向前发展，必然是科技这个方向啊，早就过了这个农业和工业的时代，谁在科技这个方面占据高点，谁就能成为这个强者啊。所以说科技这个方向，虽然说国内有很多限制因素啊，但是你从市场关注点来说，这个方向绝对不会缺席的啊。当然了，这个看好是看好啊，就是咱们还是随行就市，随机应变。因为单从市场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资金和趋势才是这个硬道理。有些东西就是说你个人再看好，哪怕你大多数人都看好，但是如果说没有资金啊，没有资金去关注，没有资金那个真金白银去买入的话，那其实都是白瞎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大概有10%的资金吧，就是做那种短线的博弈，用我自己开发的一个程序和策略去自动的选股，自动的买卖。然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大概就是这些情况吧。然后我再来说一说这个数字货币这一块。数字货币24年总账户的收益就是包括了所有的就是现货啊、活跃，就是所有的投入来算的话，一共是407。其实这个收益不太理想的啊。就是如果我们将这个 BTC 是吧 ，BTC 你把它当成一个指数来看的话啊，它2024年 BTC 就上涨了130%多吧。咱们不是做合约嘛是吧？就是说，如果你按5倍来开仓的话，其实你要是按照指数来讲的话，那也应该有6倍多的收益啊。所以说这个收益其实并不太理想。我估计那个去年做得好的人啊，他应该能够达到10倍或以上的收益。因为4季度是吧，它还有一些2线的主流币啊，比如说像那个 ADA、XRP， 它不涨得更多吗？这2个我也有啊，但是我开的倍数比较低，我只开了3倍的啊，而且我的策略触发是在11月初，也就是说策略触发之后，那个程序才会去开始操作嘛。另外还有就是做的比较差的标的也有，就是那个 SOL 这个标的真的是挺失望的，不但没怎么涨啊，而且还出现了几次翻绿的情况，也就是说收益呈负数了。其他的就是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啊，因为我的那个 OKX 和币安一共是开了8个账户在操作，然后有2个是做短线的。然后还有就是现货这方面是最拖后腿的啊。我在大话投资那一集跟大家说过是吧？我是在上一轮买了不少的山寨币啊，目前的话还有一半的山寨币是亏损的，因为这些山寨币我大部分是准备砍仓的，所以说中间也没有再加过仓来这个降低成本啥的，就是一直持有在那里啊，所以说目前还有一半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总的来讲，现在应该没有407了。现在这一段时间不是跌的挺狠的嘛，所以说这个收益率又下来了。就是这一轮行情的话，其实我是感觉挺割裂的，是吧？这 BTC 是朝气蓬勃啊，山寨币是死气沉沉，一直都带不起来。真的可能是这个盘子越来越大了，这个资金分流越来越明显的原因啊。然后另外就是我来聊聊对当前行情的一些看法，先做声明啊，只是给大家做参考。我个人认为目前这个 BTC 啊，或者说数字货币的行情啊，它还没有原位结束的啊，山寨币可能也还有一波机会。首先就是我们来看看推动这波行情的2个主要的因素啊，第一个就是美联储的降息是吧？虽然说它是姗姗来迟啊，本来就是大家预期24年年初的时候它就会降了，但是一直拖到了9月份是吧？但是至少就是说它还是开始降了。这个我在大话投资那一集也说过是吧？就是说货币政策它是具有连续性的，一旦进入这个降息通道，它就会连续的降。
虽然说这个美联储这个预计将来可能会因为一些政策原因啊，阻碍它的这个降息进程，而且目前来看的话，从它各方面的数据来看的话，好像经济也还可以，所以说它这个降息进程啊就没那么快了。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它把那个水龙头啊又往回拧了拧啊。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就降了50个基点是吧？那后面的话它都只降了25个基点，也就是说这个水流变小了，节奏变慢了是吧？这个就叫做资本市场就叫做不及预期啊，所以说对近期的行情形成了压制。包括现在有最新的预测是吧？说它25年的话可能要到6月份才开始第一次降息，就是说这个降息可能会远远不及原来大家所形成的一个预期，所以说这就会对行情形成一定的压制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说这个水龙头它是打开的是吧？也就是说它开启了这个货币宽松的周期，而且因为这个美元的特殊地位啊，它一降息，全球各个央行都在降息，就是都可以开始降息。其实之前有很多国家都等不及了是吧？眼巴巴的瞅着这个美国你快点降是吧？但是它硬是拖到了9月份啊。其实欧洲地区很多就是欧洲地区有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提前降了啊。这里面日本是个特例是吧？这里咱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看着美国你先降呢？就是这个还是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啊。美联储说直白一点，它就是全球的央行啊，这个其实一点都不为过啊。就是说如果它不降，你先降的话，往往会给本国的这个货币啊带来这个贬值的压力，加速这个资本的外逃。所以说大家都瞅着就是说美国你先降，那有些国家呢就是说你可以先做适当的抢跑啊，但是你绝对不能提前太多，因为你提前的话就会刚才说了，就会给你本国的货币造成一点贬值的压力啊。那么总的来说就是说，随着美联储的降息是吧，那你全球又开启了一轮这个新的货币宽松周期。这一点的话，不管是对股票市场还是对数字货币市场都是利好的。然后第二点就是特朗普是吧，他是一改之前抵制加密货币，到现在全面转向这个数字货币啊，不断的给市场放出这个利好消息啊。比如说他说要建立这个数字货币的国家储备，然后还有提名支持数字货币的人来担任这个美国的 SEC， 也就是美国的证监会的主席啊。然后还有就是他支持挖矿啊等等，所以说可以说是好消息满天飞是吧？然后就让 BTC 一举就突破了10万大关，最高到了108000多是吧？这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事件啊。虽然说只是在后面加了一个0啊是吧？但是就是这多的这一个0啊，它会使更多的人或者说投资机构甚至一些财富管理机构啊开始关注和开始重视这一资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利好的啊。所以说现在大家其实都是在等的，就是等这个特朗普上台以后，他到底能兑现多少啊？是个偶像派还是个实力派？这也是目前行情一直处于这个震荡状态的原因。如果说他真的能够兑现之前他所说的那些是吧，那肯定能够助推 BTC 再上一个台阶啊，从而带动这个整个数字货币的行情。另外我个人对于2025年的话，我可能会更看好这个 ETH 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转向的话 ，ETH 的空间应该比 BTC 会相对来说会更大一点。BTC 的话，你说让它再涨1倍是吧？从现在的就算从那个高点吧，108000你再涨1倍到20万，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你说 ETH 从3000要涨到6000，这个我觉得它的难度会比这个 BTC 小。尤其是这个新的 SEC 主席上台之后啊，可能会解除一些对原来的 ETH 的一些限制吧。也可能会利好 ETH。另外就是说 ETH 起来之后啊，它可能会对山寨币起一定的带动作用。这样的话，山寨币的春天可能也会到来啊。当然了，话说回来啊，如果说特朗普上台以后预期落空了啊，然后再加上美联储的这种降息不及预期，
那可能就会反过来形成压制啊。到时候到底怎么走是吧？那就只能到时候再看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在看特朗普上任之后到底怎么做。他是1月20号上任啊，1月20号上任，也就1个多星期，也就不到十来天的时间了，是吧？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在等啊，所以整个行情它就是在不断的震荡。我现在个人猜测啊，就是说它可能这个 BTC 啊，或者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在它上台的那一天可能会出现这种庆祝行情，因为毕竟它是这一波行情的一个推动的因素嘛。当然这个只是可能啊，我纯粹个人猜测。所以说目前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你现在下结论说这个 BTC 它就到头了，这个我觉得为时过早啊，就说咱们应该还是应该再等等看，就是看看他上台之后到底怎么做。就是以前大家都是看他说是吧，那现在就是要看他怎么做了啊。那个不聊多了啊，聊多了等就要另开一期视频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这个今天的正式的内容啊。那么前面说了是吧，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聊这个趋势类的技术指标。那么趋势类的技术指标主要是来帮助我们捕捉这种价格的长期变化的一个方向。那么趋势它也分为长期趋势和短期趋势两类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 MACD 指标来判断这个长期趋势，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牛熊趋势的一个判断。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BTC 的这个月线嘛，是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就是 MACD 它在长周期的用来判断行情趋势上面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像这个地方啊，它就开始走入这个多头行情了，像这个地方它就开始进入这个空头行情。那么 MACD 它具体怎么用是吧？那首先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金叉死叉啊。那么以金叉为例啊，就是像这个图上面是吧，这个 DIF 这个线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蓝色的这根线，我们把它叫做 DIF 线，然后黄色的线我们把它叫做 DA 线。那么金叉就是说 DIF 它上穿这个 DA， 也就是说这个蓝色的线它上穿这个黄色的线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叫做金叉。那反过来它下穿了就叫做死叉嘛，是吧？那么金叉和死叉呢，它指的是具体的某个时间点啊。我们一般以这个新的时间周期开始来观察上一个周期它是否形成了金叉和死叉，这种叫做那个技术指标的确认啊。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吧？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它形成的金叉，我们一般是什么呢？我们一般是在后一个周期的开始，就是比如说月初的时候来判断它是不是形成了金叉。这个是能杜绝什么情况呢？就是它有一些这个是月线不是很明显是吧？你如果放到小周期上面或者说放到就是它有个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是周线，比如说它可能在某一周的某一天，就是一个星期中的某一天吧，它形成了金叉。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不采用的，我们一般是在比如说下一周的周一，或者说就是下一个月的月初来判断它上一个周期它是否形成了金叉。这个时候就叫做技术指标的确认这个时候一般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有其他技术指标或者说人为的这个判断来做辅助是吧，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周中或者说月中来做这个确认，就是说你判断这个月底它一定会形成金叉或死叉，那你也可以这种提前操作那我们先不讲这么复杂的情况是吧，就是先讲你单独应用这个 MACD 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在月初来判断上一个周期它是否形成的这个金叉死叉，这个就叫做周期上的确认。这个时候它是一般比较可靠的虽然说是有一定滞后性是吧，但是这个我之前说过一方面就是说技术指标它天然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讲完这个技术指标之后呢，我会单独用一期视频啊来讲这个如何解决的这种，或者说改善这种滞后性。那么这里我们就先不讨论了啊。另一方面就是说，既然你是做这种长周期的趋势确认嘛，是吧？比如说你判断这个行情它是牛熊还是它是牛市还是熊市，这个时候有一点这种滞后性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这个趋势一旦确立之后呢，它就具有延续性，不会轻易改变的啊。所以说我推荐在做这种趋势确认的时候啊，最好还是通过这种往后移一个周期，以后一个周期的开始来做确认，这样的话它这个能够加大这个指标的有效性啊，提高指标的有效性。然后就是它我们确认这个技术指标有效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来做这种比如说加大仓位的这种决策啊。这就是它的金叉和死叉，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MACD 的多头和空头。因为这个一旦这个金叉和死叉成立之后，是吧？然后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它进入了相应的趋势。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 DIF 这根线它持续在这个 DEA 上面呢，我们叫做 MACD 的多头，反过来呢，我们就叫做 MACD 的空头。也就是说，金叉和死叉它只是某个时间点形成的啊，之后的它的这个之后的行情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它是进入的多头还是空头。也就是说，你不能比如说啊，在这个地方形成死叉了，是吧？那么这后面这一段我们应该叫做 MACD 的空头。你如果说把后面这一段都叫做死叉，那么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啊。就是说金叉和死叉它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形成的。另外就是我们看到，是吧，这个 MACD 啊，它有个零轴，是吧？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说讲这个 DIF 和 DEA 啊，在零轴之上，我们把它叫做多头市场啊。比如说在零轴之上形成金叉，是吧？在这个地方形成金叉了，然后它进入了这个 MACD 多头，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强势的多头市场。往往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以做多为例，是吧？那么一般都是行情的主升阶段。那么在零轴之下呢，做空的时候呢，就是将我上面说的这个情况，那反过来就是了嘛，是吧？那么就是说，在零轴之上呢，在零轴之上，我们刚才讲它是一种多头市场，是吧？那么在零轴之上，它如果说形成了死叉，然后它后面又开始形成了，就是形成死叉之后，然后它就开始进入空头了。这个时候呢，由于它是在零轴之上啊，我们一般就是说，像这个地方啊，它形成死叉了，是吧？但是它在零轴之上，一般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回调，当它在这个零轴之上再次形成死叉，再次形成这种金叉，并随后向这个进入这个多头市场的时候，是吧？我们就又把它叫做这个进入了这个多头市场，然后我们把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 MACD 的空中加油，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在这一段，由于它是在这个零轴之上，那么零轴之上我们始终认为它是一个多头市场，然后它在多头市场上它形成了死叉，形成了空头，我们一般把它只是认为它只是个回调，然后它再一次形成金叉，并进入了这种多头市场，我们这个时候就叫做它这一段的下跌只是我们把它叫做空中加油，就是在为后面的上涨做这个蓄力一样的。但是如果说它一直下跌，然后跌破了这个零轴啊，那么这个时候它如果说它即使它在零轴以下它形成的金叉，我们认为它只是个反弹，随后它如果再一次进入了这个空头市场，进入了空头 MACD 的空头，这个就叫做我们就叫做它再一次进入了这个强势下跌的市场。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把它叫做它只是个反抽而已啊，就是这一段时间金叉我们应该要把它忽略掉的啊。这就是零轴的一个用法。然后就是说我们还有就是注意这个 DIF 这根线啊，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线，它的这个趋势啊，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 MACD 这个红绿柱的情况。那么关注这两个东西呢，一般可以帮助我们在形成这个金叉多头或者说死叉空头之后呢，给我们做一些这个提前的判断，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滞后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 DIF 线是吧，它开始向下拐头了，那么呢，我们一般就意味着这个上升趋势啊，它可能会中断。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是吧，它现在已经开始拐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它上涨的趋势啊被破坏了，或者说它上涨的时候它上涨乏力了啊，它现在这两根线开始逐步在靠拢嘛，是吧？它如果再往下，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它如果形成死叉了，那就会进入空头市场啊。当然它因为它在零轴之上，那么我们会认为它只是个回调啊。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啊靠近之后，然后它又从它不形成死叉再次向上，那么我们就会把它认为这一段时间它是在蓄力啊，就是说它只是通过盘种在消化这个获利盘，或者说消化一些利空消息，然后到了两根线接近的时候它又开始往上了，那么这一段就是蓄力嘛，是吧？随后它就又进入了这个上涨行情。这就是 MACD 的技术基本用法啊。对了，刚才讲了这个柱子嘛，是吧？柱子就是下面这个柱子啊，一般就是说我们认为什么呢？就是连续，它跟这个 DIF 是其实有一点类似的啊，就是我们认为它如果连续两个柱子变短了，比如说像这个啊，像这个它是有一个啊变成了这个有一个这个柱子变短了啊，这个是我看这是哪个值啊？这个是这个值啊，2393.51 2500.4，你看它变短了，它就是变成这种颜色了嘛，是吧？那么这有一些图形上它可能是它不是用柱子，它是用那个红绿柱来表示的，红绿线来表示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看到这个柱子它变短了，一般我们是判断什么呢？如果连续两根柱子变短，那么就是说它也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会中断这个上涨。但是它如果只有一根的话，你像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它又上去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柱子来判断就不成立啊。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吧，就是你看这个 DIF 线它有没有拐头，第二个就是参考这个 MACD 柱子它有没有连续出现两根缩短的情况，就这个意思啊，就可以提前帮助我们来判断一些就打一些提前量吧，这样的。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背离的概念啊，它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价格和这个 MACD 指标它出现一种背离的情况。这个我要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像这个它就是背离了啊。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价格后面这个价格比前面这个价格高，是吧？但是它这个 MACD 它是下降的啊，它并没有创新高，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它背离了。由于它是在上面嘛，是吧？它在上涨过程之中背离，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叫做顶背离。这个时候它一般就有一波下跌，就这个意思。那么反过来就是底背离啊，就在下面，就什么意思呢？这个要找一个这个图形来不太好找。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价格创新低，但是这个 MACD 没有创新低啊，这个就叫做底背离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有可能会形成一波这个反弹，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 MACD 的一些基础的用法吧。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层面怎么实现吧，好吧？代码层面要实现的话，首先是安装这个Tenable 这个包啊。那么如果说你是 Windows 系统是吧，
那么你进到这个 GitHub 这个地址就行了啊。然后它最新版是 6.0 是吧？最新版 6.0。然后在你这个里面呢，你看啊，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这个包的名字嘛，然后这个是版本，然后后面 CP310 杠 CP310 就是你的这个 Python 的版本号，然后后面是这个平台的CPU 位数嘛。那么一般我们都是这个64位嘛，是吧？比如说像是你如果用的是 Python 310的版本，然后64位系统是 Windows 是吧？那么它这里全都是 Windows 的啊。那我这里演示也是用 Windows 来演示。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你是 Python 3.10的版本，那么你就下这个；你是3.11的版本，你就下这个。312就下这个，是不是？那么我这边是310啊，所以我就下这个包就是了。我们把这个下载下来。然后我们进入这里啊，然后右键打开这个，直接用 pip install， 直接这样安装这个包就行了啊。这个是个什么呢？这个包主要就是用来计算那个金融指标的。然后你看它会自动安装这个包啊，它会自动安装这个包。就是一般情况下啊，你看它这里就是安装了，这个是 6.0 的版本，这个是 2.2.1 的版本。就是说这两个包它是结合起来用的。那么有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两个，比如说你如果说这个版本比较低，然后这个版本又比较高，它就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啊。那么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你可以把这个包给它卸载掉，然后你在安装这个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这个跟它匹配的这个包的版本给安装上去。这是我之前碰到的一些错误问题啊。就是它会两个包如果不兼容的版本不兼容的话，它就可能会出错的。像这种情况我就说了啊，你就把这个删掉就行了。然后你装这个的时候，它会自动把这个装上去啊，而且装的版本是跟它可以相匹配的。然后还有我们再装一个这个 CCXT 啊，就是为什么要装这个是吧？那个我在大话头这里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要用这个 CCXT 是吧？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啊。把这两个包装好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技术指标的计算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做技术指标的计算就非常的简单啊，因为这个包啊，它已经把大部分的这种技术指标都给你封装好了。网速有点慢啊，才200多 K。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用去手动计算啊，你很多等一下我们来这个写代码你就知道了，这样实现起来就非常的简单。稍等一下啊。我们先进到这个编译器里面吧，先把这个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啊，不一样敲了啊。进到这个编译器里面啊，它再重新索引。首先呢，我们用这个 CCXT 啊来初始化一个这个交易所，比如说定义一个有点慢啊，等它索引完。
我们这里用这个 B 安吧。然后这里，复制过来吧。这个就是说，看你需不需要用这个，需不需要用这个代理了啊？如果你要用代理的话，是吧？那你就把这里的 IP 地址和端口替换成你自己的啊。那么我这里是不需要的啊，我这里把它注释掉。然后我们来定义一个标的啊，比如说用 BTC 杠 USDT， 这个 CCXD 的写法就是这么写的啊。然后这个时间周期是吧？比如说我们取这个4小时的数据吧，数量取100个周期的数据够了。然后再就是，我都复制过来吧，不写了，不敲了。这个就是去用 CCXT 是吧？去获取这个标的它的4小时 K 线数据，获取100条，然后这个就是把这个获取到的数据转化成这个 data frame 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它就形成这个了。然后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 MACD 怎么写啊？它就这么直接一行代码就可以了啊。它实际上就是什么？调用这个包里面的。它有一个叫 MACD 的方法，然后它把这个收盘价，把这个4小时周期的收盘价传进去，然后后面它设定的参数是吧？这个就是默认的参数12、26、9，然后你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啊去改成其他一些参数，这样的话它就直接把这个 DIF、DEA 和 MACD 都给计算出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刚才说了，这个金叉是吧？金叉就是 DIF 大于 DEA 嘛，就叫做金叉嘛，是吧？那比如说我们来定义一个金叉，它就等于什么呢？等于 DIF 它的当前的这个叫-1，就是取最新的这个数据啊，大于 DEA 它的当前的数据。同时我们要什么呢？DIF 就是当前它是大于，但是上一个周期呢它是小于，然后你可以加个等于，或者是这里加个等于都可以，就是看你对指标的要求程度了啊。你不加也可以是吧？那比如说我加上了，就是我认为它一定要大于，它才叫做金叉，它等于我都不叫金叉，那么就这么写法是吧？那么这里就改成什么？就是上一个周期就取-2，就是上一个周期的啊。那么时差呢？时差它就是反过来的啊，就是当前这个周期
它是小于，但是上一个周期呢，它是大于等于，也就是上一个周期它是多头的，这个周期它变成了空头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形成死叉了嘛，是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打印一下这个金叉，它返回的就是布值嘛，是吧？就是否是形成金叉死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它要形成金叉之后，然后它不是一直是 DIF 大于 DA 吗？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多头或空头嘛，是吧？那么这是金叉死叉是这么判断的。那么多头空头其实它就很简单，它只要 DIF 一直在这个 DA 之上，我们就叫做多头。比如说多头，定一个。这个就叫做多头嘛。那空头反过来就行了。然后我们可以，你看，我们可以打一下看一下啊。这里切换到4小时，4小时它是多头的，是吧？那么你看它是金叉死叉吗？它都不是，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才会输出金叉或死叉。那这个时候它没有那个上冲或下冲的动作，是吧？它是一直维持在这种趋势，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它金叉死叉你去输入它都是 false 的，它是不会成立的。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是空头，一个是多头，一个空头嘛。那么现在是多头是 true 是吧？空头是 false， 你看它是多头嘛，是吧？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啊，我们把这些值都给打印出来啊。这个比如说我这么写啊。我们把它所有的值都给打印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观察它的值啊，就是说你可以去验证这个指标，然后我们再用一个 print df， 把它的收盘价打印出来，然后再把它的 DIF 打印出来。再把它 DEA 打印出来，再把它 MACD 打印出来，啊，前面漏了一个。
哪个地方写错了？这里。这样的话，它就会把过去100根 K 线，它每一个数据都给打印出来啊。你像比如说像这一条数据，那么就是最新的这条数据。那么如果说你要验证这个数据它是不是准确，是吧？那么一般是什么？你拿这个倒数第2根数据，这个时候这条数据它已经固化了嘛，是吧？那像这条数据，因为它是时时刻刻它都在变的嘛，这是最新数据啊，时时刻刻都在变的。我们计算指标的时候是拿这个来计算的，但是你要验证的话，那么只能拿这个前面的一条历史数据来验证啊。也就是说什么呢？这是最新的这条数据，这是那个倒数第二条数据，这条数据是什么？这条数据是这个数据啊。然后验证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第一个啊，你要看我们这个时间是吧？我设的是 UTC 时间是吧？我设的是世界统一时间。那么这个就是你计算的你获取的这个时间也应该是 UTC 时间。就这个 CCXT 啊，它默认获取的就是 UTC 0的时间啊。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注意啊，你在验证的时候你要验证它的这个时区一定要是一样的啊。第二个就是交易平台要一样。因为这个数字货币市场啊，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币安，它每个小时的收盘数据高低价，你去跟 OKX 对比，它都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说数字货币它市场它不统一的，就是有这种问题的存在，就是它各自为政啊，就是说这个每个平台它每一时刻所产生的最高价、最低价、成交量它都不一样，是吧？那不像股票市场，它比如说纳斯达克是吧？那它就只有这一个交易所，那不像数字货币市场里有这么多交易所，是吧？所以说它的数据你要去核对的时候啊，那你肯定是你从哪个平台获取的数据，就去验证哪个平台。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获取的是现货数据，那你就去验证现货数据，你不能拿现货数据去验证这个数字货币这个合约数据啊。那么 CCXT 我们这里获取的是现货数据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去对啊，就是说由于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些情况的存在，就是说由于各个交易所它的数据不一样，然后我们所获取的数据呢又是从 CCXT 获取的，是吧？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准，是吧？或者说它有的时候有一定的差异啊。但是我在股票市场我是验证过的啊，所有的这种基础指标它都能对得上的。这个我就不去一个一个数据对了啊，你们要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对一下就行了。那么这个就是 MACD 的一个主要的代码。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比如说像 DIF 这个拐向，是吧？那其实挺简单，就是 DIF 的当前的这根线，它如果小于上一根线，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 DIF 它的-1，它如果小于 DIF 的-2，这种就叫做它
出现拐头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它一直都大于呢，那就说明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趋势还是向上的，就这个意思啊。那么 MACD 这个柱子它同样也是这么来判断，反正你要记住的就是这个-1就是当前这个数据，那么-2就是上一个周期的数据。你拿到这2个周期的数据，你就可以去对比它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嘛，是吧？那么这个就是 MACD 啊。你看通过这个 Tenable 这个包来实现，它就非常简单了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那个均线指标啊，我把这个指标给写出来。均线指标它分为2种啊，一种叫做MA， 一种叫做 DMA。其实这2个是差不多的啊，都是用于识别这个价格趋势的常见的技术指标。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就是它计算的方法和对价格变动的反应速度，它是不一样的啊。MA 我们叫做简单移动平均线，它是将一定时期内的价格，就是通常是这个收盘价或者是当前的这个最新价，是吧？进行简单的这个算术平均。比如说10日的 MA， 它就是过去10个交易日所有收盘价的平均值，这个就叫做简单移动平均线 MA。 然后还有一个是 EMA。 那么我这边今天我主要讲一下这个 EMA 啊。这个 EMA 呢，它跟这个 MA 它不同的地方在于，就是说它对近期的价格数据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就是比如说你取这个，比如说啊12和26，我们把这个颜色改一下啊，12我们把它改成紫色吧。12 MA 它就是过去12根 K 线它的这个收盘价的权重，收盘价的平均值，是吧？但是它对越近的这个收盘价，它会赋予更高的权重。这样的话，它能够更加快速的反映近期的这些价格对这根线的这个影响。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会更加准确一点吧。然后呢，它就比较适合用在什么呢？用在做短线上面啊。你看，其实长线上面它这个判断其实是不是太准的，我感觉它还没有这个 MACD 准的。这个时候形成的死叉，那 MACD 这个时候，但是你看，如果说我们切换到比如说15分钟级别啊，它这个指标就有一定的指示作用的，或者说比较好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指标的话呢，一般就是我个人也是用在这个做短线上面啊。用在做短线，比如说做15分钟或者说30分钟的，它实际用起来其实比较简单的话，它就是2根线嘛，是吧？然后你在这个你可以去，比如说像这里，那它默认就是12和26，这是默认的指标。然后你如果想让它再短一点的话，一般是用什么呢？一般用5或者是20，还有比如说用这个8或者说21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话它会反映的更灵敏一点，这样的。那么具体怎么用的话，就是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啊。那么如果你用默认的指标的话，那就是设成12或26。你想更敏感一点的话，就用更小的参数，是吧？你甚至可以用更小的啊。那么这个指标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啊，它就是形成死叉之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MACD 其实差不多的用法。它形成死叉之后，然后它就会进入这个空头状态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做空就行了。像在这里是吧，它形成的这种
金叉向上，也就是说这个短期均线改回来啊，12、26，就是这个短期均线它上穿这个上期均线，上穿这个长期均线，我们就把它叫做金叉了。然后它后面呢它就是一直就是多头行情。反过来这个线短期线下穿这个长期线了，我们就把它叫做死叉了嘛，就叫空头了，它就进入这个多空了，就这个意思啊。就像这个地方啊，它开始是空头是吧，在这个地方形成的金叉，然后随后它就进入了多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多就行了。这个时候它形成了死叉，进入了空头，我们就做空，是吧？然后在这里又开始形成多头了，那就是说呢，它也不是说非常准确的啊，这个技术指标是没有万能的啊，你不能说它每一个点都那么精确，那人人都能赚到钱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要用多个指标来组合判断了啊，这个我们先不说啊。你看这里形成死叉了是吧？那你再做空就行了。那么这个指标就是它用起来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啊，它就两根线，你就判断这两根线的趋势就行了。那么它的实现呢比较简单啊，我们把这个注释掉，这是 MACD 的是吗？那么它是怎么判断呢？我把它复制过来啊，前面也是啊，我们获取到这个数据，然后它直接用这个 Telegram， 然后它一个 EMA 指标，这个点 EMA 它就可以出来了，然后你传进去的就是这个收盘价，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这个就是短期均线嘛，是吧？你可以比如说传入5，长期均线你用20都可以是吧？我这边还是默认的吧，12、26，这样的话你就计算出来了，然后同样的我们要来判断这个金叉和死叉是吧？这边我就直接复制过来了，不写了啊，之前写好了的拿过来。那么金叉就是这个短期均线这么写啊，这就是取到它最近的这个数据，它大于这个长期均线的最近的这根数据，而且它上一个周期就是负2嘛，就是它上一个周期是小于等于的，这个周期它大于了，就叫做金叉了嘛，是吧？那么死叉就反过来，然后空头也就是短期均线大于长期均线，它就是多头了嘛，是吧？那么其实你要再精确、再准确一点，你可以这样啊。我不仅短期均线，不仅这个周期、本周期它是大于的，而且它上一个周期也大于，然后我才认为它进入了多头。那么这种也可以，是不是？这种也可以，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通过周期确认的方式。那么这个空头就反过来嘛，是吧？打印这个空头多头。然后我们也把它那个所有的数据都给输入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还是这个标的吧，我们来运行一下。是4小时 BTC 是吧？这个时候它是空头的是吧？金叉死叉肯定都是不成立的嘛，是吧？然后它是多头吗？多头是 false， 空头是 true， 它现在是空头嘛，是不是？这种情况下，这个紫色的线在上面，这就叫多头嘛。现在紫色线在下面就叫空头。然后同样的，这是它过去100根 K 线，然后我这个没有显示全啊，是吧？你就拿这一根线，
啊，拿这一组数据去做验证就行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MACD 和 EMA 这两个指标。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你在做短期趋势的时候，做短线的时候，这个 EMA 我个人认为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啊，或者说去研究一下，看是不是要加到你自己的策略里面去啊。15分钟、30分钟，甚至5分钟，它的这种小周期级别啊，我觉得它都是可以用的，而且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调整这个参数嘛，是吧？然后在大趋势上判断啊，我个人认为呢，你就可以用这个 MACD 来做参考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技术指标，是吧？那个不想讲太多了啊，就讲2个就行了啊。然后后面呢，可能我也是每一个类型就单独拎2个指标出来跟大家讲一下。那行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今年是2025年的第1期嘛，在这里也是祝大家在2025年投资一切顺利啊，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